卡普被击败了，是青雉和黑团干部一起干的。那你现在还觉得青雉是卧底吗？阿旺觉得绝不是。首先，如果是卧底，他是谁的卧底呢？海军卧底吗？骚的卧底吗？别闹了，谁都知道你原来是大将啊！你当老黑傻呀？邀请人加入，不考虑之前的身份吗？不考虑你前大将的立场吗？青雉又不是溪流那种暴徒，那肯定有兄弟说了，青雉被赤犬打断腿呀，这苦肉计呀！嗨，怎么说呢？先有儿子后有老子吗？青雉和赤犬打的时候是顶上战争不久之后的事情，而老黑呢，在顶上1年之后跟白团残党干了一架才问鼎四皇的。也就是说，青雉断腿的时候，老黑还不是四皇的，总不能是先把青雉的腿打断，让他随时准备着吧？那可能又有兄弟问了，那你觉得青雉是什么身份呢？一句话概括迷茫的正义探索者。点个赞，且听阿旺细细道来。我们细看一下青雉的生平。小时候看样子不富裕，但是抽烟喝酒烫头是一个没落下，还甩丢了一只鞋，整体看呢是一副流浪的小流氓的形象。后来加入了海军，但觉得跟这个教官已经学不到什么了，就来找传奇的海军卡普练拳。什么意思呢？很有志向，很有精神就像你我刚上班刚上学的时候一样，也是满腔的积雪要干一番事业。那好海军就给你机会。奥哈拉有一帮学者犯了罪，屠魔令的干活。此时呢，青雉还天真的以为自己在执行正义，而战国也觉得不要质疑世界政府的命令。那么整个海军的氛围也就是世界政府无道清，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这就是正确的。但是青雉的好友中将萨乌罗听了罗宾他妈的一些看法，接受了一些思想，就发觉这屠魔令这是在干什么呀？我们整这一出算什么狗屁正义啊？于是才在后来奋力反抗海军，保护了小罗宾。所以虽然罗宾他妈做不到假装不认识罗宾来保护他，但说到根上还是他妈妈的思想保护了罗宾，也才有了萨乌罗和青雉的正义对峙。他问青雉，为了警告学者们就要灭掉奥哈拉，你青雉为这样的攻击感到自豪吗？青雉说，为了世界的未来没有办法呀。再说考古学者确实犯了法呀，还说所谓的正义也要视情况而定，所以我也不打算责怪你的正义。但是如果你来破坏我们的行动，那我就不能坐视不管了。看吧，青雉此刻笃定地认可着上头的命令，认可上头规划的世界的未来。可惜的是，这句正义也要视情况而定刚说完，萨卡斯基炮轰平民的避难船，讲究个一不做二不休，对邪恶斩草除根，当场打脸青雉。萨乌罗一下子这就急眼了，问，这就是所谓的正义吗？我打死你个龟孙！青雉解释，我可没打算和那家伙一样。所以你看吧，冰火本来就两重天，这俩早早就是不对付的了。而青雉当时呢，还真就和萨卡斯基不一样，我就是反着做，你萨卡斯基要斩草除根，那我青雉偏偏要放走一个，看看好友萨乌罗保护下的这颗小小种子开出什么样的花。所以罗宾是花花果实。ミルフルールコチョウラン。那么这事儿之后的青雉就开始思考正义了，满脑子都是问号。可能回头来想想也觉得上头这很多命令是不是太残忍了呀？逐渐就觉醒了一些自己的正义观念。但是他身在体制内，摆脱不了身后的正义二字，因此他会很钦佩拒绝大将任命的卡普，很钦佩老师傅的我行我素。所以即便他成为了大将，他还是一个懒散的大将。懒散呢，就来自于曾经的这段经历，就在于他很疑惑，我到底是在为正义而战吗？正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那同样，赤犬彻底的正义或许也来自某段经历。总之呢，20多年来，都恰恰相反的二人呢，终于为了元帅之位对立而战。有意思的是，战国和海军下属都推荐支持青雉，但是上头推荐的是赤犬。要知道，战国在20年前的奥哈拉曾对着质疑命令的萨乌罗说：“你在怀疑上头的命令吗？”可20年后顶上战争结束时，战国听说莱沃6的罪犯逃了，就琢磨这些罪犯对平民来说那都是灾难呢，就要发出通告。可是好家伙，世界政府竟然还要隐瞒不让报道。战国一听，一脸吃了翔一样错愕。这一幕翻译就是，尽管是高高在上的元帅，这一刻他也在质疑打了这么大一场仗，耗尽了一生心血效忠的组织到底是不是他妈的正义。那么元帅尚且会愣住质疑，那些上过一线的士兵呢？你让他们
打着正义旗号去干掉平民的避难船，有几个会像萨卡斯基那样决绝还心安理得呢？有几个不做噩梦呢？对吧？所以战国和下属支持推荐青雉，因为青雉不会这么决绝残忍呢。青雉当了元帅，再执行任务，他们会心安理得呀。再更深一层讲，这也代表着海军的意识形态和上头世界政府吴老星割裂是非常严重的。不过可惜的是，时代没有选择青雉，赤犬强硬上任，青雉出走流浪。于是就在二人大战的1年后，黑胡子与青雉偶遇在了某座小岛。这黑丝看事情很透彻的，抛出橄榄枝邀请青雉加入时说：“你已经被正义驱赶了，可在我的世界里，正义是不同的。我们海贼只要利害关系一致就够了。你是自由的吧？你真正想做什么呢？”几句话说到了青雉的心里，就像乔布斯邀请百事总裁时说的：“你想卖一辈子的糖水，还是要跟我一起改变世界？看吧，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那么阿旺估计青雉当时就说了一句：“offer 我收到了，你们先回去等通知吧。”看吧，努力兄弟们高端人才是可以让公司等着，甚至挑选公司的。而他和老黑面试的地方呢，是个人多眼杂的小酒馆，所以又过了1年半载，冰火岛上的明哥问这个青雉：“你现在到底是什么身份呢？”酷赞。而倒地的斯莫格呢，也问了他类似的问题，但是青雉只说：“斯莫格。”然后我们从后面的结果来看，此时他应该是已经决定加入黑团了，决定彻底放弃原来的大将的身份和社会评价了。所以在第2天的德岛竞技场上，路飞在偶遇巴基斯时呢，巴基斯正在和老黑打电话说青雉曾是海军敌对方，海军的人呢。而老黑说呢，那细流不也一样吗？巴基斯又说了，那他和细流可不是一类型的人呢，我可信不过青雉。这段话翻译，青雉已经接受了黑团的 offer， 老黑是在告知一下各位船员，欢迎新同志青雉那么好事不出门呢，坏事传千里。就在明哥败北前的1分钟，吴老星也知道了青雉的事儿，还在质问赤犬：青雉这么屌的战力，怎么站在黑胡子那边了？我操，那这还不是因为你们这吴老头吗？再后来青雉也没来和之国鬼岛永远少了一只鸡反而呢他去蛋糕岛抓布林了。而重点是他直接冰冻了一大片，但也不像原来那样什么视情况而定了，因为他眼前的这位镇长呢，我们就是知道了嘛，他可是很负责任的，当地的居民呢也是吃喝不愁幸福生活的，但是青雉让他们通通变成了冰激凌，只因为你们是海贼，还是其他4皇团的海贼。可见这一刻青雉是丝毫没有犹豫迟疑，这说明什么呢？青雉在探寻自己的正义，以为自己在按照自己的想法活下去。可是科比被绑架，卡普从天而降，大喊一句：“我公也带回走，我看并够的烂我。”那么加入黑团的青雉对海贼是毫不迟疑的，那对自己的老恩师呢？那对海军的年轻精锐呢？你10秒钟之后还能微笑着面对这个世界吗？微笑着面对眼前这老爷们吗？很显然他不能。2人对峙，青雉说：“我也在像卡普先生您一样按我自己的想法活下去呀。”然而早已看透了这只鸡徒弟的卡普骂他别作茧自缚我教过你活在当下呀。什么意思？翻译，你以为你自己在按照自己的想法活，就是在按照自己的想法活吗？你2年半之前在海军什么奏性，你当了海贼也还是什么奏性。再翻译，你当海军时看见了海贼路飞，看见了奥哈拉的无辜小女孩，你的正义就要视情况而定了。现在你当了海贼了，看见海军来了，你还在视情况而定。你这只鸡心为形役呀，你归根结底是心不自由，思想不自由你变了环境，变了阵营又如何呢？就像你上班时无欲还不刚，辞职呢换了个工作又如何呢？己不由心，身又岂能由己呀？所以老夫告诉过你活在当下。那么何为当下呢？卡普自己就是个例子，不管外界如何变化，他就是我行我素，因为他早已经看透现象，看到了本质了他找到心中的道了他以心中的不变来对应世界的万变。儿子、哥们儿军、孙子当海贼那又如何？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人生和冒险，那我卡普有我自己的鲜妹和清茶这些东西我卡普可都是教给过你青雉。那青雉呢一开始也确实是最像卡普的，因为年轻的青雉对战萨乌罗时候说的就是这样你的正义是你的正义，我的正义是我的正义，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你要干扰我我就干你。所谓正义要视情况而定，可是青雉以为的视情况而定是视外界的情况而定。
定，所以一旦外界震撼了自己，他就犹豫迟疑了。他这家伙术强可道弱，他就注定迷茫了，他就守不住自己的道了。而卡普教的不是什么视外界的情况而定，而是视你的心而定。所以卡普对着青雉出手时才说：“犹疑之人，弱不禁风，一发海底坠落，去见你太奶吧，小青鸡儿，去下面好好想想你的道吧。”然后青雉再从洞里爬出来的时候说：“我说了不让你们走，卡普桑。”卡普问：“哎，你还想打吗？”青雉翻译，你青雉现在想好了吗？而这时候卡普被溪流刺中了一刀，青雉再攻击过来时呢，又用的是冰拳。那翻译是什么呢？我想好了，师傅，我就要用你教我的铁拳对你出手了。卡普当然知道这铁拳就是老夫教你的，当然就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青雉找到了也要坚定自己的道了。他已经知道这世间没有什么正义与邪恶，没有好与坏，他青雉把一切都忘了，现在无所忌讳，就像张三丰说过的，把所有的都忘了。好啊，无所忌讳，无忌你可以上了。而老师傅呢，就是老师傅。卡普最后还说了一句：“蠢徒弟，你被逐出师门了。”再翻译，青鸡呀，师傅最后叫你一声徒弟，就不再是你的师傅了。你卸下心理包袱吧，全力出手吧，鸡。即便老夫会成为你的殉道者，鸡，你还是去坚持自己的正义之道吧。轰隆隆，二人飞出去老远老远。之后青雉胜利，却脸色凝重，卡普败北，可仍一脸大笑。那一声声大笑，就似乎在说着：“没错啊，鸡，人生就是这样的。糊涂者得过且过，未道者难上加难，这是老夫教你的最后一课。”也就是1088话的标题。所以青雉是卧底吗？青雉还是那个犹疑之人吗？你是不是也已经知道了将来黑团对草帽团的时候，青雉会做什么了呢？是不是也看见了遥远的未来？最后是我们的大海宝藏时间，气温骤降，阿旺给各位兄弟探索到了一些好看的秋冬装，外套是星际穿越同款夹克，光听这个声音呢，就能感觉到这很开门。采用的是重磅430克的帆布，看得见摸得着的质感，做工扎实耐穿，肩部还留有风琴褶的设计，非常方便活动。现在里面搭件白 T 正好，再冷一点呢，里面换个卫衣也不会紧，依然可以很帅。当然了，还有更硬汉一点的黑色款，还有里面这款长袖打底也是纯棉的，刚需百搭，只需要79元，上身还很舒适，宽松版型外加袖口收紧的设计，舒服又实用，在室内也完全可以单穿，属于秋冬必备款，强烈推荐。还有这条万能好搭的 EZ Pants 休闲裤，面料柔软顺滑，3个颜色可供搭配选择，脚底有抽绳设计无论什么腿型或者想要藏肉显瘦直接选它就完事了。户外穿也很实用，防风又防虫。然后阿旺重点要说的是鞋子，阿旺认识的一些健身博主也在穿，都说挺舒服的。马登呢在德训鞋的基础上添加了复古经典的箭头设计，让这双鞋更百搭耐看了。鞋面是牛反绒和织布的，整个一身搭配出来很有男人味。所以各位比塞尼奥尔更硬的硬汉们，点评论区链接整上一套吧。点赞点关注，我们下期见。